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菲律宾的碧瑶的语言学校。今天想说找一个户外来拍摄，但是晚上不知道光线好不好，试试看。然后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些我觉得很有帮助的学习语言的 App。我去年看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超速学习》。这本书我非常推荐，如果你是想要提升学习效率快速的学习一项技能的话，我都很推荐大家可以看这本书。那这本书呢，其中有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后设学习。后设学习的意思就是在学习之前，你要先学习该如何学习。简单来说就是你在学习之前呢，要先清楚知道自己学习的目的是什么，那学习的教材是什么，你应该要每天花多少时间学习，就是做好一个完整的规划，然后画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学习地图。如果你先研究好要怎么学习，这样会大大提升自己的学习效率。那今天分享的这些 App 就是我这几年在学习语言下来，我觉得真的对我帮助比较大的 App 想要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想要分享的是快闪卡 Anki， 它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可以帮助你记忆大量的资讯，尤其是适合你在学习语言或是你在准备考试的人。它的原理叫做间隔重复 Space Repetition。当你快要忘记，但是又还没有忘记的那个时候去复习，就可以强化你大脑的记忆。简单来说，这个 App 的设计就是会在你快要忘记这个单字的时候，它会跳出来帮助你复习，让你加深记忆。我们人在刚学会一个新的单字的时候，忘得会最快，所以这个 Anki 它就会在你学新的单字的这短时间内频繁的重复，来加深你的记忆。那当你越来越熟悉这个单字，它就会去延长这个间隔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今天学了一个新的单字，好，我把它输入变成了我的一个闪卡。第一次跳出来复习的时间可能是12个小时后，第二次就是24小时后、48小时后、1周后，间隔1个月后。它是不是一开始会很频繁，然后后面会越来越慢的出现？那 Anki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每一个单字卡下面它都会有良好、简单、困难这些选项，那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判断去选择，然后它会根据你的选择来决定下一次出现是在多久之后。所以如果你选的是困难，那它就会可能很快的就会再出现。如果你选的是简单，那可能它就会排到1个月后或2个月后才会再跳出来提醒你复习这个单字。那为什么都要在快要忘记的时候才复习？因为这可以大大去节省你的时间，去避免无效的复习。基本上只要是有输入到 Anki 里面的单字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，就是我会有这个信心，知道自己很难忘记这些单字，因为他们都会在我快要忘记的时候又跳出来让我复习。而且它是手机电脑、平板都可以同步使用，所以平常我可能在搭车、等车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这个闪卡去复习，那个复习的速度很快。这不是业配，这纯粹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感想。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是 Podcast。我这2年开始用 Podcast 来学英文和日文，我觉得对我帮助真的超级大。之前我有一个朋友，日本朋友，他在日本生活，然后他的生活其实都没有接触到中文的母语者，可是他的中文说得非常流利。那之前我就问他说，你是怎么学中文的？他跟我说，他其实几乎没有用教科书，他不喜欢看书。他说他每天听 podcast 听5个小时，5个小时真的很夸张。也是因为他的分享，才让我开始去找一些针对学习语言设计的这种 podcast 节目。我觉得 podcast 真的对于听力帮助很大，口说其实也有帮助，就是你边听你也可以做跟读的训练，而且那些节目他们都会附逐字稿，所以你听不懂你也可以看逐字稿。而且 podcast 最方便的就是你在通勤走路
早上在刷牙洗脸的时候都可以听。我觉得现代人就是我们太忙了，我们有很多零碎的时间，但是可能没有办法空出1个小时、2个小时去学一个语言，所以 podcast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。那我这边分享2个我喜欢的 podcast 给大家，如果大家有在学英文或日文的话，可以参考看看。这2个都是我觉得蛮适合初阶的人去听的，它不是太难，可是内容又非常生活化。第一个叫做 Listening， 然后第2个是叫做 Bite Size Japanese Podcast， 应该是这样。这2个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语速非常慢，而且他们很会去使用一些简单的单字跟文法，然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这个对于初学者真的超级有帮助。我们懂得文法跟单字不多，但是你要怎么去应用它，怎么去使用这些简单的单字跟文法来表达任何你想表达的事情，我觉得这2个 podcast 都可以学到。再来第3个想要推荐的就是 Duolingo。Duolingo 应该不用我讲了，很有名吧？它就是有点像游戏一样，然后你每天就是可以破关啊，而且还可以加好友，就很有趣啦。我觉得 Duolingo 是非常适合入门的人，我觉得它不适合太就是进阶的人去学习，但是像我，比如说你要学日文的50音啊，韩文的40音，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入门方式。我也很喜欢 Duolingo， 很可爱。如果你有学英文的话，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用 Speak AI。Speak AI 它就是一个 AI 口说的练习 App， 就是你可以跟那个 AI 机器人聊天。那为什么我喜欢这个 App？ 有2点。第一点是它会针对你的每一句话去马上纠正，它会有一个记录说你讲了什么，然后下面就是你哪边有错，那你应该要怎么讲才是正确的文法，它每一句话都会纠正给你，然后你还可以把它保存下来。这个是我觉得最棒的部分，就是可以立即的有反馈。因为当你跟真人在聊天的时候，老师不会每一句话都纠正你，这样的话聊天也进行不下去。可是这个 Speak AI 它就可以做到这种完整的记录跟纠正。然后再来是它会针对你错误的部分去为你客制化课程，这点也是很不错。而且跟那个 Speak AI 讲话真的就没有压力，没有时间压力，也没有题材的压力，你想要什么时候讲，在哪里讲，讲什么都可以。这几个 App 都是我很常用的。然后最后一个我想推荐的是 HelloTalk， 这个是算是语言学习者的交友软体吧。它是有点像社群，然后也算是交友软体，它可以发文、发照片，然后也可以私讯别人，也可以通话。那上面的人都是想要语言交换、想要学习语言的人，你可以输入自己的母语跟你想要学习的语言，那系统呢就会推送一些可以跟你语言交换的伙伴给你，那你们就可以聊聊天，然后看能不能交对方啊，或是交个朋友这样。这个 app 我觉得还不错，像我刚刚说到那个每天听5个小时 podcast 的朋友，就是在这个 app 上面认识的。我觉得虽然其实各个交友 app 都还是会有怪人，自己要小心，可是上面还是有正常的人在的，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交到认真学语言的伙伴。而且他的聊天室就有那个一个改错的功能，就是对方打一个句子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帮他改错。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好的。这些就是我还蛮推荐学习语言的人可以使用的 App。我自己是觉得 Anki 跟 Podcast 就是我每天一定要用的最推荐的工具。大概是这样啦，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对大家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。嗨，大家，抱歉，因为我相机没电了，所以我就在这边用手机跟大家说晚安。谢谢你们看我的影片，感恩。大家如果有一些觉得对语言学习很有帮助的 App 啊，或是书籍，或是任何的观念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交流，我们一起加油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